媳妇儿脸都白了。是啊，一个活生生的兄弟。说没就没了。凯之死时，你在现场不在？你不会怀疑我吧？回答我，在还是不在？我说不在，你信吗？你我完全清楚，最想干掉他杨凯之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的袁大人。不，如果他凯之得手，第六镇联手张绍在南廷尉山西的阎锡山，高举义气，直系精神，你良乡良土方能容忍得了？你难道不想干掉他？也是，他从我认识凯之起，他就活在刀刃上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仍然痴心未改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没办法，什么都对他说到了，听不进去。其实我不是没有料到这一点的。我早料到了，多少次我暗示他必须放弃掉心中的理想，他说他不惧死亡。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愿放弃心中伟大的信仰。你若是剥夺了他，他一天也活不下去。还真是这个事儿。就是这个事儿。太阳凯之是幸福的呀，至死都不曾放弃心中的虔诚执念。你我能做到吗？你李仁俊能做到吗？有那个必要吗？我李仁俊活得简单，哪儿素有好就在哪儿放羊。所以你就又去投靠了你的袁大人。大武威右军时期，我李仁俊的心不曾有一天离开过他，谈何投靠？那就是押对了宝。土王，说句套心窝子的话，我之所以到京城哪儿都没去，直奔你家，就想对你说一句话。哪一句？
活晚点吧。毕竟失去一位兄弟了，我李仁俊不想失去你。活饭？怎么个活法？如今的形势你还看不清吗？能拯救天下的人明摆在那儿。不会又是你的袁大人了？看来志的死对你土方还不够深刻。此话怎讲？活饭点吧。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才劫人与杀，国事难容。皇太后懿旨：据监国摄政王面奏，自摄政以来，于今3载，用人行政多服于情，立宪图托空言，必度而从机，训至人心瓦解，国势土崩，以一人错失失当，而令全国生灵横离惨祸。痛心疾首，追悔已迟。倘再拥护大权，不思退避，既失国民之信用，则涉行国政。诏令以显效力，政治安望改良。切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，不再干预政事。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，谨慎小心，虽求治其因，而计变伐术，以致受人蒙蔽，贻害群生。自因辅如所请，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。所前监国摄政王章着即缴销，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，不再御政。着赏给岁俸银5万两，由皇室经费向下支出。嗣后用人行政，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、各国务大臣承担责任。堂堂的监国，皇帝的父亲，大袖子一甩不干了，留下这样险恶的局面不管不问了，心里完全没有他的子民和属下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，母亲？您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他载沣本就没什么出息，扶不上墙，辞权也是意料之中的。倒是咱这隆裕皇太后做的绝啊，非但没有开会，也没有找任何宗室王公商量，就这么决断了，当天就批准了。这实在是跟他的姑妈慈禧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他也敢照着人的风格行事，他那大脑门子也不想想，这个家他当得了？稍有点脑袋，这个败家亡国的屎盆子也不能往自己家头上扣啊！您是说，载沣感到大清的国运将终，借机脱身，以免背上亡国之名？一棵蛀空了的大树，哪怕一点风吹草动的，
他载沣当了3年的家，他不知道事已如此啊。儿啊，你亲娘一句劝，不该管的咱不管。他载沣3兄弟，个个都撒手了，你还管什么管啊？你管得了吗？就让那个浅薄虚荣的女人管去吧。看看她一个孤儿寡母的，到底能什么样？他隆裕不是慈禧，那袁世凯那就更不是光绪了。母亲说的是，也就是今天，他受了袁世凯全权，让袁与南方的革命党接触谈判，讨论大局。如此，我风雨了200多年的大清啊，还有什么大局可言？还是那句话，善始善终。我们老梁家只吃自己的本事，管好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，其余的你也管不了啊。正如母亲所说，就要管不了了。袁世凯也将自己的卫队变成了拱卫军，京城的安全责任将由拱卫军负责。正式的交接仪式明天实行，此后禁卫军将全部调往北京城来驻扎。一会儿，我想去看看摄政王，跟他做一个正式的了解吧。去吧。你好好画哈，不然段婆婆会骂你的。回来了。可我马上就得走，把我日常随人所用收拾出来，交给他们装车，快点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袁大人派了个什么差事？拱卫军协同，负责京城卫戍以及袁大人的安全护卫之责。那可是重用啊！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，京城的禁卫军充满了失落感。要让我跟土方协调，稳住禁卫军情绪，以防不测。
站好今晚最后一班岗。是。王爷，来的正巧啊，你也给端老四上炷香吧。端方大人，最终得到确切消息，端方半月前被叛军杀害了，死得很惨。如果我不让他出山，也不会有此惨剧。身首异处，炮山岳，荒郊野岭。可悲啊！我儿子还等着他回来教化呢。儿子，我怎么从未听你提及过？是，王爷日理万机，哪有闲暇听属下的家常？现在我有空了。怎么样啊你？听七爷说，禁卫军收场的麻烦事儿，他都交给你处理了。我来真是要说这件事儿。非常遗憾，王爷的警卫队明天将调往外三营。王府的护卫，屠方今后将不再有机会效力了。你就别操心了，没了禁卫军，也许反倒更安全了。再也没人惦记于你了。协同大人，禁卫军良乡正式向你交出警卫职责，请接旗。起来，走！向着！拱卫军协同大人，京城的安全将历史性的交于您手上，万望爱惜珍重。梁大人只管放心，我一定会守护责任，保护京城跟皇帝陛下的安全。谨祝梁大人也爱惜珍重。谢谢，协同大人。屠方，咱们就用不着客气了。
今晚兄弟在泰丰楼上摆了一桌，一块喝点。说真的，有些许私房话要说，一定得来。野草鲜花满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春秋。抬头吴越齐秦楚，转眼梁唐晋汉周。今儿啊，给大家说段武松吴老二。蔡军爷，我姓李，在此之前定了座位。拱卫区李长官，正是，请跟我来，李长官。已经为大人先到了。哥哥名叫武天岭，他的名叫武天罡。这大哥爱文，把书念；武松爱习武啊，经常在后花园里练刀枪。学拳呢，到过少林寺，功夫练到了8年上。才上来练过鹰掌力，强正的练过铁巴掌，齐力功、童子力、软硬。打罢了3遍少林寺，把家拉在4日上。经常有传闻说，是我良乡派人杀了凯之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。为什么？他遇刺的当天晚上，我和他谈过话，几乎是在我离开镇头的同时，枪响了。这么说，你几乎就在现场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别这样看着我，我李仁俊问心无愧，直到最后1分钟，我都试图拉他回头。这么说，你了解所有的细节？没错，我了解细节。细节是历史的生动表情。枪响的同时，我意识到，这是历史的安排，并不完全出于哪一个人的阴谋。所有的人都有责任，包括他凯之自己。你这看法倒有些意思。难道你屠方就没有责任吗？你明明知道他是革命党，你本可以阻拦对他的任命，
甚至在他死的前几天，你都有能力把他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。可你没这么做，你需要他待在第6站，以掣肘阵地，对吗？千里兄，怎么一夜之间，你好像换了一个人？不再朴实懵懂了，对吗？不，越发的炉火纯青了。切入主题吧，屠方。我们没有必要坐在这儿做道德讨论，我们无法用道德来衡量历史。我们只讨论如何收拾眼前的局面。你真的变了？是谁让你来跟我谈的？当然是袁大人。又是你的袁大人？不只是我的袁大人，也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大臣。他想让你跟我交代什么？谁都知道你屠方是禁卫军的创始人，禁卫军的稳定关系到京畿地区的安全，而经济安全是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。无法想象，一个连京畿都无法掌控的总理大臣，会代表朝廷从南方革命党那儿争取到理想的未来吗？我想，这也是开智之死的必然原因。听说孙文已经从海外回到了上海，这个消息可靠吗？消息确凿，这将意味着南方革命党至此有了统一的革命领袖，也因此，袁大人殷切地希望京城之内应该尽快解决党派纷争，以统一强大之声对峙南方。叔母，姐夫，德国回来的？对呀，你姐也回来了。我姐人呢？她在家呢，我来教育部开会。太好了，等着我，我办完事找你。哎，孩子呢？孩子谁带的？我和雪清都特别想一言难尽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什么一言难尽？没错，36万两白银着实是笔巨款。可是也得拿到银行存折才算作数啊，应是，不是我坚持如此，是钱庄方面非要坚持钱业组织啊，不拿到上海道台的印鉴存折，人家不肯放款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谁不着急呀？我也着急呀。现在哪儿不需要钱呢？36万两白银得顶多大用啊！应氏啊，你现在是军政府都督了，咱们俩已不是先前的关系了，我哪敢拿你倒浆糊啊？什么？逮捕钱庄老板？哎，你应氏啊，断乎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叔红啊，上海多少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？中华银行代军政府发行的钞票都在这儿了，35万元整。简直是胡闹！怎么回事？这么多钱还不够用？叔红，你知道沪宁杭地区一天军费的开支是多少吗？就这点钱，也仅够3天用的。更何况南京那边正商议选举临时政府。是吗？都到这步了，那是得大开销。开销，到处是开销，哪有只管伸手要银子不问情由的呀？我干了这么多年金融，也没见过这么花过钱。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，小至一餐一宿之供给，到处都是无底洞。我的体会，革命是一件花大钱的事。要想破产，你就来干我现在的事。给我接一下比利时领事。好，我等着。比利时领事，大麻烦一桩。上海道台衙门把庚子赔款的36万两白银放在了钱庄，可道台却逃到了租界。他把存折交给了比利时领事，我们现在得跟人家要这批存折，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给，因为现在毕竟人家没有承认我们的军政府，拿不到存折，钱庄就不付款，你就是把老板都逮了，也拿不到这笔银子。信誉、组织，人家看得比性命都重要。哎，好，请接过来。您忙，我出去一下，一凡姐夫在外头。哎，对了，这儿有你一封信，镇头来的。哦。哎，张博士，我是宋宝全。没有，绝没有为难您的意思。对，就是那笔银子的事。您看，咱们是不是商量？叔红，原谅我给你带来了这一不幸消息。凯之长官于今夜2点17分，在镇头车站被反动势力阴谋杀害。凯之，我最亲爱的人，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扑到你的怀里，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亲口转达给你。
是的，亲爱的凯之，革命后的上海充满了生气，也充满了躁动不安。形色各样的人们走上了大街，走上了展示自己的公开舞台。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拿起了枪，大声地说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。他们争论吵架，却又肩并肩手挽手地共赴前方。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，也不知道眼下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想要得到的。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，那就是我们的脑袋和双腿已经不再是为磕头而准备着，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了。除此之下，我最牵挂的人就是你了。我想象着我们的未来，想象着彼此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的未来。叔红，凯之以他的牺牲，实现了我们最初救亡中国的志向。重于泰山，有憾无悔。姐夫唯一担心的是对你的打击。你是他的知己，也是见证他彷徨、求索，乃至寻觅光明之路的证人。凯之生前，我一直想和他分享我寻找到的一个先进的学说。他来自德国，一个叫马克思的人构想了一个真正的光明未来。我相信，这个叫做共产主义的学说会来到神州大地，为拯救衰亡的时代。叔红，我希望你不要停顿，要继续前行，做我们这代人寻找新光明的见证人。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呀？领头的是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，后车跟下来的是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。南北议和不是在租界的议事厅吗？那是前场，这儿是后台。张姐。是的。她怎么也来了？她是今天晚上的主角。他也接受革命了。他只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尽早结束动荡，稳定住全国的局面。到底是袁世凯的老师，所以他才是今天晚上的主角。我说宋先生这些天神神秘秘的，原来在张罗幕后交易。我爹和我不一样，一辈子跟钱打交道。比谁都清楚，如此革命下去，很难长久维持。那凯之呢？他的血就白流了。别这么说，历史还在发生中，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方向将往哪儿去，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结局。跟我来，给你看点东西。此为前任两江总督端方出访欧洲时购回的蔡司牌照相机设备，我们攻占两江都署时缴获的。老爷子的意思是让你接受下来，
今后上海这边的拍照工作都将由你负责。我？对，由你来负责记录历史，正在发生的历史。今晚你就可以用起来，一会儿会谈结束，双方代表将合影留念，这工作很适合你。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，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